改变人类的重大战役，折射出了投资哲学系列之2：布林战争。塔古龙金侃天看，大家好，我是格龙。人类其实就是由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战争连缀而成的。事后看来，那些决定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其最后的胜负结果，却似乎更多是由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面与大部分时间处于相互博弈状态、行情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神似。人类历史战争中的诸多经验教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投资成败？这就是格隆撰写并分享这个系列的原因。上次我给大家讲了图尔战役，今天格隆给大家讲的是战争系列之2：布令战争。在秦王朝统一了中国5年之后，在意大利的古罗马和今天北非突尼斯的古迦太基2个古代的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在地中海的统治权，爆发了一场前后延续了118年、分3个阶段的著名战争——布令战争。这场战争让一度强大的迦太基灰飞烟灭，罗马则是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罗马文明至此繁盛了1600多年。这场战争的3个阶段都堪称经典。第一次布令战争延续了23年，总体而言，陆战上面罗马人占尽优势，但罗马人在迦太基的海军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无法把战争引到迦太基本土，导致战争久拖不决。无奈的罗马人呢，就打捞上了一艘迦太基的沉船，然后以这个船作为蓝本，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们同时在这个战舰上面使用了一种新的技术装置，叫乌鸦吊，保证战舰能够与对方的战舰遭遇时勾住对方。罗马士兵利用这种装置就能够登上敌人的船，从而把战斗变成罗马人熟悉的地面肉搏战。这一个创新改变了战局。公元前241年，罗马海军大败迦太基舰队，迦太基被迫与罗马人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第一次布令战争结束。第一次布令战争，罗马的胜利，除了其顽强的信念屡败屡战，坚持不接受失败，也拒不接受非完全的胜利外，最关键的是罗马在战争期间的动员能力和创新能力。他将海军的短板迅速的补上。罗马鼓励捐献，并引进和吸引私有投资以及强大的模仿、学习和创新能力，短期内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从而取得了胜利。这很类似于投资，投资其实也会输输赢赢，最终的结果和成就大小，实际上取决于你的学习能力以及你补短板的修复能力，而不是说仅仅靠你的固有优势。换句话说，与时俱进，跟上市场的节奏和形势，同时堵住你漏水的地方，你最后的投资结果才会令人满意。1218年春天，汉尼拔战争，史上又称之为第2次布令战争爆发了。这是罗马人进行的过所有战争中最可怕、创伤最重的一次战争。但罗马人对打赢这场战争充满了自信啊！第2次布令战争发生在公元前的218年到公元前201年，是3场战争中最著名的，是因为迦太基拥有了西方军事史上面极少数能够被称之为战神的人，他叫汉尼拔。他给予了罗马人几乎以亡国的毁灭打击，以致此战之后，罗马元老院的成员每次不论什么话题的演讲，都要咬牙切齿重复同样的一句话：迦太基一定要消灭。汉尼拔年仅26岁的时候，就接替了父亲，继任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最高统帅。之后开始酝酿一个宏伟且具有无比胆略的计划，迫使罗马人首先向迦太基开战，然后率军远征罗马，在意大利本土上面去摧毁罗马帝国。公元前218年春天，汉尼拔战争，史上又称之为第2次布令战争爆发了。这是罗马人进行的过所有战争中最可怕、创伤最重的一次战争。但罗马人对打赢这场战争充满了自信啊，因为迦太基人在第1次布令战争里面元气大伤，而且没有海军力了。这也是罗马人毫不犹豫地主动宣战的原因。罗马人把主力兵分成2路，一路从西西里渡过大海进攻迦太基本土，一路
取道陆路进击和牵制西班牙的汉尼拔军队，使其无法援助迦太基本土。如同所有的自大的投资人一样啊，这是罗马人在这次战役中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目中无人的罗马人计划的都是如何进攻，去敌方的领土作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雄才大略的汉尼拔会根本无视自己的海军劣势，长途跋涉远征意大利，把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放在了罗马人的本土上面燃烧。公元前218年4月份，汉尼拔率领9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37支战象，避开罗马军团的正面，翻越了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开始了对意大利的远征。2000年之后，另一位军事天才拿破仑再次重复了这个天才的动作，并获取了马兰戈战役的胜利。迦太基军队花了5个半月的时间走出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波河平原。汉尼拔军队几乎是从天而降啊，令罗马人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的主力部队要么在高卢地区，要么在去往迦太基本土的路上。在取得2次遭遇战的胜利之后，汉尼拔又一次采取了罗马人意料不到的非常诡异的行军路线。他通过一条没有设防的亚平宁山道，经过3天3夜不间断的急行军，越过一片水深过腰的沼泽地，一下子就绕过了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率领的4个军团的重重设防，踏上了通往罗马的大道。这个时候，在他和罗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拦了。弗拉米尼乌斯发现汉尼拔的军队已经跑到自己后面去了，大吃一惊，慌忙率兵连夜去追赶。这就是汉尼拔的目的，他想诱使罗马军队在后面追赶，以便在运动中使罗马军队陷入他设下的陷阱。公元前217年6月21号，一个多雾的早晨，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莽撞地率领他的4个军团，差不多3万人，列成长长的纵队，进入了汉尼拔精心选择的一个3面环山的谷地。在迦太基人的突然袭击下面，罗马人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不到3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战死。这次胜利为汉尼拔进攻罗马城创造了完美的条件，一条没有设防的通向罗马城的大道向他完全敞开，他几乎可以散步到罗马城下，但他并没有进军罗马。这是后世在研究布林战争的时候一直迷惑不解的一个历史谜团啊！是什么原因使善于捕捉战机的汉尼拔放弃了这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呢？现在看不清楚，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罗马城池依然很坚固，汉尼拔的军队在敌人的土地上面作战，四周都是敌人，他不想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没有把握的拼消耗的阵地攻坚战里面去。他取得的所有的胜利都是在运动中取得的，给敌人打击非常重，自己付的代价却非常小。这就是汉尼拔能够远离补给，长期在敌方本土作战的重要原因。不打没有把握的消耗战，这是汉尼拔远离本土作战的无奈之处，也是他的高明之处。汉尼拔不进攻罗马，也许是当时最优的决策。这个非常类似于在投资圈里面多数人会忽略的，但其实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所谓投资，不是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机会的诱惑，去尝试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动作，而是只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反复做。罗马人曾经几乎亡国，但笑到最后的还是罗马人。纠错能力和恢复能力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这不但对国家适用，对投资更加适用。新任罗马的执政官叫费边，是一位稳健的、精明老练的军事家。他受命之后，率领4个迅速新组建的罗马军团追赶汉尼拔，但他赶上之后，他并不与汉尼拔做正面的交锋，而是抓住一切机会骚扰和拖住汉尼拔的军队，意在使汉尼拔陷入欲战不能、欲胜不成的境地。这就必然把孤军深入、缺少后援的汉尼拔拖垮。这就是费边闻名史册的拖延战术。现在看来啊，无论是汉尼拔还是费边，如果做投资，他们无疑都会是顶级高手。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深知自己的能力圈和劣势，绝不越界。他们的决策没有任何多余的花里胡哨。费边拖延战术几乎是当时罗马人能够采取的最好战略。但是罗马人犯了第2个大错，他们的元老院无法容忍这种扰而不打的战术，他们更想速战速决。结果经过全体公民大会投票，罗马人更换了执政官，开始主动出击。这个错误令罗马人几乎亡国。公元前216年8月2号，双方在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面展开了一场殊死大战。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几乎所有人投入的兵力。汉尼拔经典的古典式包围战术
令这场战役变成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迦太基人以损失6000人的微小代价，全歼了罗马的8万大军。罗马损失了包括罗马军队的统帅、执政官保卢斯本人和2任前任执政官、80位元老院议员、48位军团将校里面的29位，以及1/5的17岁以上的罗马成年公民。罗马骑士才可以佩戴的作为职位象征的金戒指，汉尼拔就收集了一大木桶，全部送回来迦太基。罗马近乎灭亡。坎尼战役成了古代军事史上面以少数包围多数并全歼敌人的前所未有的光辉范例，以致后来凡是包围并全歼敌军的大会战都被称之为坎尼会战。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将军冯施里芬还在模仿这套战术。这场以迦太基人大胜而告终的战役，给罗马军事力量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然而与之相比，它给罗马人心灵上面造成的打击更为惨痛。罗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泱泱大国究竟怎么会败在了这样一个蛮夷的杂牌远征部队手中，而且败得那么的难看。然而事件的变故实在令人难以预料啊！坎尼的辉煌战果并没有给汉尼拔带来最终的胜利和荣耀，罗马人也没有屈服，而是在失败中迅速调整和自我修复。第一，他们禁止公开悼亡阵亡者；第二，城门安置守卫，不许任何人出城；第三，选出独裁官；第四，把17岁以上的青年人全部都征入军队；第五，在剩余的联盟者和拉丁人那里动员一切可以拿起武器的人；第六，由国家出资向私有主赎出8000名年轻的奴隶，用他们组成2个军团；第七，拿出所有保存在神殿和柱廊中作为荣誉的战利品，去弥补武器的不足；第八，元老们率领大群人民在城门口迎接战败回来的罗马的执政官，感谢他们收集集合了被击溃的残余的军队；第九，停止所有党派的清查；第十，拒绝汉尼拔用金钱赎回罗马俘虏的建议，理由是不能奖励勇气不足和战死决心的不足。如果当时罗马稍稍有一点点小清新举动，必定被汉尼拔粉碎。罗马没有，罗马迅速调整完毕，倾举国之力，用坚壁清野战术来拖垮人数居于劣势而且难以补充的汉尼拔远征军，同时登陆非洲，直逼迦太基本土，逼迫汉尼拔回援，最终扭转了局面。可悲的是啊，迦太基的统治者们唯恐汉尼拔尾大不掉，功高震主，忙着自毁长城。最后，汉尼拔是被迦太基的自己人逼迫着服毒自杀的。而迦太基依旧没有逃脱罗马人的惨烈报复。罗马人逼迫迦太基签订了条件十分苛刻的合约，迦太基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海外领地和海军。即使这个样子，50年之后，罗马人又发动了第3次布林战争。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率军对迦太基进行了屠城，并在周围的田野里面都撒上了盐。迦太基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烟消云散。罗马人曾经几乎亡国，但笑到最后的还是罗马人。纠错能力和恢复能力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这不但对国家适用，对投资更加适用。对投资而言，犯错是一种常态。只要我们做投资，就一定会犯错并遭受损失，可能犯了错以后还浑然不觉，而损失有时候可能会大得令你无法接受。在熊市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需要做的不是去避免任何错误，而是在犯错之后迅速的纠错并恢复，尤其是在熊市打击之后。或许现在我们能够很深刻的理解这样一句话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你试图建立一座投资的丰碑，就要做好承受不断打击和失败的准备。这种打击有时候是近乎绝望，但这都是投资路上必须的。我要说一句话，在投资路上面没有所谓天才生成的土壤，所有的投资高手都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我是格龙，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